大家好，我是面具人。这个节目呢，面具人想要和大家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啊，那就是心态的问题。最近呀，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百倍币、千倍币、万倍币，对吧？比如呢，宝贝狗、蛋糕怪物、孙子狗之类的币。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币啊，它们的销售途径在早期啊，还都是依托于社区和 swap， 对吧？面具人在这里啊，就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中间的套路。毕竟呀，最近这段时间呀，我的会员群里面的群友，包括普通群里面的群友啊，免费群里面的群友，很多人都在这个里面有赚到钱的，也有呢被坑进去不少钱的朋友。所以呢，面具人今天专门出一期节目，讲讲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个新币种、小币种和内幕币种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最近比较火的狗宝贝币和狗屎币。其实币圈呀，就是一个割与被割的游戏，进场早的割进场晚的。那么进场最早的人是谁呢？观众朋友们，进场最早的人是谁呢？那肯定是项目方自己喽。这就是一个零和博弈，也就是说，项目方肯定是割韭菜的人，没得说。问题是，项目方割韭菜没问题，大家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嘛。这个币圈也是一样，愿赌服输。你把我割了，因为我来的晚，我被你割，我敢进来玩，我愿意进来玩，我输了我认。但是呢，这里面如果牵扯到了唆使、误导和欺骗的话，那你输这个钱就很不划算，很吃瘪了，对吧？项目方割韭菜没得说，问题是有没有韭菜能跟着项目方分到一杯羹呢？如果说是50%的人割另外50%的人，那还可以，对吧？如果说是所有的人都被你项目方牺牲了，被你项目方给割肉了，那这就不叫生意了，这就叫骗钱了，对不对？做生意肯定是有人赚钱有人亏钱的，但是呢，你让所有人亏掉，你让所有人都被割，那你这就是抢。很多币呢都是项目方出来了以后，说这个币很好，然后呢小小的炒作一番，大大小小的卖掉一些币以后，然后呢就卷款跑路。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最近也都遇到过这种坑，对吧？这些项目方呢，他的目的就是奔着只让自己赚钱不让别人赚钱的目标来的，他就没想把事情做好。说白了，他就是为了骗，就是为了抢，他就没有安好心。一个稳定的项目方啊，实力强大的真正做事儿的项目方，他是可以把币从 swap 做到交易所，甚至做出自己的生态，甚至做到实体产业链里面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呀，最早发现这个项目的，跟着项目方一路走下去的人，或者是阶段性参与的人，大部分都是可以赚到钱的，而且呢，利润非常丰厚。因为项目方要发展，就必须要增大自己的资金盘，而早期参与者去营销这个，也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互惠互利嘛。所以呢，这就牵扯到了一个关键点了，那就是要看项目方的出发点，他究竟是想骗钱跑路捞一笔，还是想要做强做大。其实我们看一个币能否做起来，就是要看它的营销力度，因为影响币圈的买入和卖出，它的关键点就在于老百姓的市场信心。那这个市场信心从何而来呢？就是从营销和洗脑而来，对不对？宣传一定是项目方出钱的最大的一个点。想要把这个事儿炒作起来、营销起来，那就必须要请强大的创意团队，花大钱、花重金去让别人给你做广告。你看狗屎币、狗宝贝币这个点，它的创意做的就很不错，它很好的蹭到了当时火热的狗狗币的热度。你们可以看到啊，狗屎币呀、狗宝贝币，他们的营销是非常多元的，项目方呢也是很愿意去花钱做营销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应该有点常识吧？你们应该都知道，做广告、做营销是很费钱的。可是这个社会比的就是钱呀，拼的就是资金实力呀，花钱才是硬道理呀，对不对？敢花钱去营销，证明项目方是有实力的。你看，请什么外国网红呀，搞什么英文群呀，搞什么官方网站呀、英文网站呀，搞社区呀，再请点这个洋托，对不对？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退一步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网红呀，甚至是博主呀，他自己呀就发币割自己的粉丝韭菜。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呀这几天一定是有人啊被某些博主发的币给割了韭菜了啊。具体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有好几个跑到我这儿来诉苦的。其实博主发币割韭菜，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在 Swap 里面这种去中心化无人监管的交易所，谁都能发币，知道不？面具人我也可以发一个 Mask Coin， 对不对？ MKB， 对不对？你算算账嘛，我的群里面大群7、8千人，二群2、3千人，对不对？加起来1万多人，我只需要雇几个全职网托，一天100块、200块人民币，就在群里面拉托，说哎呀这个币潜力无限，我今天买这个币，明天赚了多少钱啊，翻了几10倍，对不对？就拿这个营销来骗自己粉丝，钓鱼总有人会上当，对不对？很快的，用不了几天骗个几10万美金不是问题，问题是骗完了以后呢，然后呢，然后我就会说，哎呀有黑客攻击了，把我的盘子洗了，把我的币盗走了，和我没关系。那些大神博主还要不要面子的啦？啊，明显就是和那些人合伙起来搞一个杀猪盘，然后骗你们在去中心化交易所去 swap 各种各样的币，拿你们值钱的币去换他们的垃圾空气币，然后等你们换的这个钱差不多了，他们觉得哦好了，这个钱足够赚了，那就直接提币砸币撸钱走人。最后还要告诉你们，哦，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帮忙推广一下。然而呢，最终呢，这个骗局被揭穿了以后，你说人还要不要脸了？要不要面子了？要不要面子？要面子呀。OK， 拉黑你，踢你出群，这就是面子，懂了没？有些东西呀，骗局呀，从一开始就是能一眼识破的。你要是识破不了，只能怪你傻啊，只能怪你没看面具人的频道，没有提高智商。哎呀，合着你们这些人混社会混了几10年了，都他妈的给我白混了吗？啊，国内的微信、微博、贴吧玩过没有啊？那些骗子下面的留言，哎，不管是什么明星呀、网红呀，那些什么卖性药的、卖保健品的，你看下面那些舔屁眼的留言，哎呀，太好了，太棒了，我支持你，哎呀，效果真的是很好。哎，随便一个烂逼玩意儿，底下的留言都是几百条、几千条。那个留言呀，要多舔屁眼就有多舔屁眼。然而呢，国外的油管玩这个套路，你们就看不懂了吗？国外的各种各样的群玩这个套路，你们就看不懂了吗？啊，网上那些买留言的多钱一条，几毛钱一条，对不对？要多少有多少。你们这些傻逼就愿意上当，对不？一看别人留言说，哎呀，他赚了几百万，他赚了几10万，你看到他赚那个钱了没嘛？对不对？你看到他银行卡的账单了吗？你还是看到他点钞票了，然后你就信了，然后你就掏钱。你说你不傻谁傻？你说你不被人屠宰谁被人屠宰？你说我面具人要不要面子？我面具人要不要面了？真的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什么？你还问我？我能让你在这质疑我都不错了。你看那些骗人的东西，哎，立刻把人骗完了就把群解散了，还在这给你在这解释半天呢？啊，割韭菜就是要这样割的，懂不懂？啊，你怪不得我呀，对不对？你觉得你亏钱了，你要找事儿，你要找人赔，你找项目方去，反正不是我的事儿。其实观众朋友们可能不明白啊 ，Swap 里面的币啊，这个币它是可控的，它的持币人也是可控的。你去用你的钱啊，用你值钱的币，比如用以太坊、狗狗币兑换 swap 了他自己发的垃圾币、空气币，那么他赚你的钱就是无本买卖的，就是纯骗纯赚。最后呀，他再把币从地址上面提出来，把你兑的币全部拿走，然后呢，官网诈币，他自己把所有的利润变现，而你呢，找都找不到人家。最后呢，人家顶多给你撂一句话，哎呀，因为有黑客攻击，把币全部盗走了，这不是我的错，你还能咋？你去找他。首先呢，你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人家在英国、在美国、在日本、在法国，他到底在哪个国家？你能知道吗？好，就算你知道他在哪个国家，比如他在法国，对不对？有种你去跨国告他去，对不对？你满共投币才投了几百个，有几千块钱、几万块钱。
你难道能为了几万块钱去国外请律师，花几十万、花几百万去告他吗？对不对？你去告试一下，只要你肯花这个钱，对不对？而且呢，你还要搜集证据。这中间啊，人家一个什么脱诉呀，一个驳斥呀，一个这个文书没有送达呀，就能把你拖死，知道不？更何况你还找不到人家，对不对？所以说互联网世界啊，把你骗了，你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说提高智商很重要，面具人的频道主要就是为了用来提高智商的。一旦是看清这中间的套路了以后呀，你看100倍币、1000倍币利润大不大？大，风险呢也有，而且风险也不小。但是呢，我们要区分好常规风险和明显就是挨锤子的傻逼行为，肯定要分开嘛。所以说我们投资这类初创型的币，投机性、赌性都是很大的，利润高就代表风险也高。所以呢，对于早期币就要看它能折腾出多大的动静。它如果只是在自己的群里面、自己的涵盖范围内营销一下，骗几个粉丝，那这种币肯定就是撸钱的币、骗人的币，对不对？如果说它满世界的打广告，全世界的人都营销，那就证明这个币真的是要玩大，它折腾的动静越大，我越敢投。而在这个营销和炒作的过程中，很多币呢做着做着就做上正轨了，做着做着就做大做强了，有资本入驻，有风投，有机构进场来买，对不对？首先你得折腾出来动静，这点是没啥说的，只要肯砸钱就能做到。营销嘛，无非就是宣传加洗脑，这是甄别潜力币的第一个门槛。说白了就跟原始股一样，你要是买对了原始股，涨个几十倍、几百倍，那都是小 case。而很多原始股呢，它从初创到它真正有价值的时候，要死掉多少原始股？其实还是那句话常态性风险，愿赌服输，亏了就亏了，没啥。但是呢，你要是挨那种真的是挨锤子的傻逼事儿那面具人我已经花了半篇节目给你们解释过了网络上面的骗局太多了。这是甄别潜力币的第一个门槛，就是看它的这个范围和它的营销还有第二个门槛，这个更重要，就是要看它的架构，就是这个币它打算做出来什么样的花样，这个币它能不能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如一个币呢，它现在光告诉你这个币以后要做大做强，这个币跟哪交易所有关系，这个币项目方很牛逼，全靠嘴说，你看不到任何的故事和概念性、架构性的东西。那说白了，这个东西呢，就是拿你对它的这个崇拜，或者拿你们之间的关系骗你钱的，骗你智商低别人说牛逼你就信牛逼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如果这个币它能完整的给你讲好一个非常漂亮的故事，证明这个币在故事当中是用心的了，比如做自己的 swap， 做自己的生态、自己的功能包括 swap、DeFi、网络挖矿、区块链、借贷金融、虚拟金融，这些都算。史币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这些。早期初创拿到狗屎币的、狗宝贝币的人，现在呢至少都是20倍起步的利润，对不对？那说到这儿了，可能很多人就会想了，哎呀，面具人你就别马后炮了，什么狗屎币、狗宝贝币，他们都已经大涨过了，你现在再讲这个没啥用，都已经错过了，现在说还有啥用吗？面具人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潜力的币种还不错，叫做 Hot Dog， 中文名叫做热狗币。这也是面具人的一个专门在币圈做风投的朋友给我透露的一个内幕消息这个币呢现在还没有开始爆破，但是呢只是私人关系他给我讲了一下，还让我看了一些文件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公布给你们看，我只能大概给你们说一说，因为这个币它现在还没有更大的行情，我现在说的话说的太早了，对不对？我只能等它以后爆破起来了，有很多的人赚到钱了以后，我有实战案例了以后，我才会给你们说。面具人我从来不说这种没把握的事情，到时候要不然你们还说面具人我乱说吹牛逼，是不是？我只能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我看到了这个币
它就是在初创的时候，它的故事就讲得非常好。这个币呢，它的架构要做 swap 去中心化交易所，做自己的智能合约，还要做自己的 DeFi， 也就是类似于蛋糕币、Axie 这类的大牌币种才有的被动收益功能。之前面具人是怎么说的？加息和政府严打之下，大浪淘金，只有真正的有价值的货币才能存活下来，对不对？或者是有实用性的货币，它才能存活下来。它要想和加息抗衡，它就必须要有 DeFi 功能，或者是被动收益，或者是实用性。那么这个 Hotdog 它也具有 DeFi 功能，还有很多的 Swap 呀，其他的一些实用性功能。目前呢，这个币怎么买我还没摸清楚呢。摸清楚了，我现在也不能说。其实面具人对这些初创币啊，我也不能轻易的推荐，我只是现在说一说我自己个人的观感啊，怎么买我也不会公布，因为我公布出来了就等于我推荐了嘛，对吧？我为什么今天会做这个节目去讲啊？因为确实这几天呀，有很多观众粉丝给我抱怨啊，让我讲讲狗宝贝币，让我讲讲蛋糕怪物，让我讲讲什么狗屎币怎么看，而且呢也有哎呀，我跟你说到这儿我就恶心。被一些什么粉丝币呀，什么这个博主那个博主发的东西给坑了钱了，也不多，几百 U 啊，7、800 U， 2、300 U， 对不对？但是你让面具人我说你有这钱，对吧？真正的愿赌服输了还好，就像我说的呢，挨锤子的傻逼事儿，明明是让别人把你钱敲掉了，这种傻屌事儿，那真的是恶心，对不对？其实呀，面具人，我对没有成型的币真的是不感兴趣的，因为风险太高了。虽然利润也高，对不对？可是很多观众又要让我说，还有些会员啊，专门让我找潜力币、新币的。可是目前呢，我只找到这么一个，但是呢，还需要观察。面具人我自己啊，会跟踪这个币，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缴获出什么大的动静。如果真的能搞出什么大的动静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赶紧第一时间上车就行了，乘上这阵东风。但是大家要记住啊，玩这种币一定要量力而行，少投点钱娱乐娱乐还是可以的。毕竟嘛，你如果认可它在以后能升值几十倍，那你少投点钱升值几十倍也很不错了呀。投1万升值几十倍就是几十万呀，对吧？你何必身家性命重仓的压进去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如果有人告诉你all in 身家性命全部压进去涨几十倍几千倍你就发大财了，面具人我告诉你真正有实力的项目方就算请托也不会这么给你说的。如果让你把身家性命全部压进去的，那证明项目方没有实力，要你把钱全部弄进去好让他赚钱，懂了没？你见过这个比特币以太坊别人求着你买吗？没有吧？是不是？好，如果大家刚才我今天是不是没有讲 Axie 呀？哎呀 ，Axie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上周买的 Axie 0.27个以太坊，这一周已经涨到了1个以太坊了，真的不是吹牛逼想要看这个 Axie 的，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是到我的群里面私聊我展示给你看。好，如果大家有想要加入 Axie 战队的，或者加入面具人的币圈消息实战群的，屏幕下方有我的邮箱，给我发邮件，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就能获取会员的专属优惠哟。我们下期再见。